你干什么？抢钱！都别动！别伤害我们董事长！你要什么你直接说。拿钱！我不管什么董事长，不给钱我就宰了他！好，好，我给钱，你别冲动。大哥，别冲动，我后座箱子里有100万现金，都是你的。我不要这个。不够还有，我身上所有值钱的首饰都能给你，我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报警，求你放过我们。不要，我只要457，拿钱。什么？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愿意帮你。少废话，快给我457块，1分都不能少。我拿，现在就拿，你别冲动，千万别伤他。这一共500，都给你457。好，457，够了，妹妹有救了。光天化日就敢拦路抢劫，徐总你别怕，我现在就报警！报警！不能报警！不能报警！现在知道怕了，晚了。这不是刀，这是假的。给我1小时，我把钱送回去。等给我妹妹交上救命钱，我就回来，我任你们处置。还想骗人？什么妹妹的救命钱，编的跟真的一样。你们这种人为了钱编瞎话的，我见多了。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时间了。老板，求你了，我只要1小时就好。我觉得他没撒谎，他刚刚劫持我的时候，其实一直是用刀背对着我，而且这里有100万，还有这些贵重首饰。他要是真想抢劫，为什么不拿着100万和首饰跑，执意要这457？他在演戏啊，徐董，他就是在装可怜，想让您同情他。人命关天，给他一个机会。王涛，放开他。谢谢老板，谢谢。我交完钱就回来。站住！你走可以，但我有条件，条件是你必须坐我的车，我们跟着去。不行，徐董，他刚刚还拿刀抢劫我们呢，这太危险了，绝对不行。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把我捆起来，只要能救我妹妹，你少在这演戏。小王，就这么办。装，你接着装，等会儿要是见不到你妹妹，直接送你进局子。走，我们上车，你给小王指路。好。往前开，对，一直往前，前面那个岔路口往右拐。徐董，不对劲儿，这条路在地图上根本没有显示。周建民，你确定没有指错路？绝对没错，老板，就是这条路，一直开就到了。你撒谎！徐董，他是故意把我们往这种偏僻的地方引的，前面肯定有他的同伙，咱们赶紧掉头回去吧。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是只有我们本地人知道的近路，才显示不出来吧。我们快走吧，医院就在前面了。还胡说八道，导航上显示前面根本没有医院。我没有，真的就在前面了。徐董，咱们回去吧，他肯定是在说谎。不要，老板真的在前面了。老板，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说的都是真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徐董，您看他一直催着我们往前走，就是想把我们骗到没人的地方杀人灭口。不能再犹豫了，我们回吧。我没有，这是去小诊所的路。大医院太贵了，我们根本住不起大医院，只能去村里的小诊所挂水。你少在这编故事了，穷生奸计，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为了骗钱什么谎撒不出来。徐董，咱们走吧，这小子绝对没安好心。人命关天，我再信你一次，但如果到了地方，我发现你说的有一句假话，立刻报警。没问题，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就是那儿，我妹妹就在里面。这是医院，这就是一个乡村诊所。等一下，王涛，你去把他的绳子解开，别让他妹妹看到他这样。可是王总，万一……快去！小慧，你的病有救了！小慧，小慧，小慧，
怎么会没人呢？小慧，小慧你在哪儿？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你没撒谎，你妹妹就在这里面吗？啊，人呢？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不在床上呢？她病得那么重。站住！还想跑？这连个人影都没有，骗鬼呢！我不跑，我妹妹白血病晚期，她连床都下不了，我怕她出事。还编！我没有，不承认。行，那我问你，你妹妹长什么样？今年几岁？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小王，徐董，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妹妹，这些信息肯定是张口就来的，根本不需要思考。如果他结巴了，那就是在现编。我妹妹叫周小慧，今年19岁，一直梳着2个麻花辫，绑着红头绳，在这个诊所已经住了2个月了。提前准备过是吧？够了！徐董，您还信他？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就算是只有1%的可能是真的，我们也耽误不起。按你说的，你妹妹病重，肯定走不远。我给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找不到人，我立刻送你去警局。谢谢，谢谢。小慧，小慧你在哪儿？刘大夫，你看见小慧了吗？她去哪儿了？建明啊，你总算回来了。小慧她怎么了？小慧她走了。小慧去哪儿了？你说话呀！小慧的病太晚了，建民。我今天早上给她换药的时候，就发现她离开了。她一定是不想连累你。不可能，小慧不会离开我的，她知道我会救她的。刘医生，您看，钱我都凑好了，457。你不是说只要用上那个特效药就可以吗？你说还差多少？你说，我马上再去凑。来不及了，建民，那药现在也没用了。我妹妹不会离开我，她一定没有走远。不行，我要去找她。想跑，演得挺真啊，这还用上群演了。说，你们什么时候串通的？放开我，我要找我妹妹。放开我。徐董，您看见了吧？这就是个骗子，到现在了还在演。够了，我不会再信你了。从头到尾，医院、妹妹，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真是信错了人，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小王，报警！喂，我要报警！我们在武岗镇的惠民诊所，我们抓住了一个持刀抢劫犯，你们快派人过来！我没撒谎，我真没撒谎，我要找我妹妹。建民，不好了，出大事了！小慧她跳河了！你胡说什么？你一定在骗我是不是？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骗你？你看，这是她留在枕头底下的遗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假的！我去找她。小慧，那好像真的是一个人影。小慧，别怕，哥哥来救你了。小慧，小慧，醒醒，哥回来了。小慧，怪我没好好看着他。这孩子那么懂事，我早该想到的。不，老刘，你救救小慧，只要能救她，我去卖血卖器官都行。她才19岁啊，她学习那么好，她还没好好看过这个世界，我求求你了。建民，我知道你难受，但你要面对现实。小慧的遗书你也看了，止疼药对她早就没用了，她知道自己治不好了，她就是趁你出门才，她不想拖累你。你走了，哥怎么办啊？小慧，他没有撒谎，他妹妹真的出事了。他说的竟然全都是真的，都怪我，是我耽误你找你妹妹。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混账话？我走的，我真是畜生。对不起，我们要是早点相信你，也许就不会。督察，徐董，怎么办？督察来了会把他抓走的。接到群众报案，这里抓到一个抢劫犯，我们怀疑和本市发生的金店抢劫案有关。嫌犯在哪里？同志，这是个误会，没有抢劫案，更没有劫匪，你们回去吧。是我，
抢劫的是我，把我抓走吧。我考上大学了，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咱们就过上好日子了。行，哥以后就靠你了。就这一个，哥不吃，我也不吃。周建民，法院宣判你获有期徒刑8个月。才8个月？对，经过我们调查，抢劫金店的2名抢劫犯已经全部落网。你跟那起案件无关，你一共抢了人民币457元。受害者徐女士不仅没有追究你的责任，还专门跑来给你签了谅解书。8个月后，你就能出狱了。谢谢，谢谢你。出来了就好，走，给你接风洗尘。老刘，我想看看小慧。好，我带你去看她。到了。我妹妹，这是我爸妈，他们怎么被安葬在这里了？这里不是很贵吗？是很贵啊。哦，这3块公墓的所有权现在是你的，你看看合同。已支付30万元。老刘，谢谢你，我在监狱里学到技术了，这钱我一定还你。要是还不上，我周建民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你别谢我，这好事可不是我干的，我一个赤脚大夫哪有这么多钱？不是你，那是谁？你要谢，就谢他吧。徐小燕，是她？对，就是那个被你抢劫的女人。你入狱以后，她主动找到我，说要帮你好好安葬你妹妹。她安葬好了小慧，又说不能让这苦命的丫头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就专门派人去了你老家，把你父母的骨灰也一起接了过来，又花了20万买下了你妹妹身边这2块墓地，整整30万啊！你在里面的时候，她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没了牵挂就不想活了，她让我转告你，好好活着。后来，我凭借学到的技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立了周氏集团，成为了海市的首富。孙秘书，我让你找徐小燕的消息找到了没有？查到了，周总。12年前，徐女士被2个合伙人坑骗，导致公司彻底破产。现在徐女士在好再来美食街摆摊儿，卖鹅腿。什么？3000万债务？这12年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给我把这2个合伙人的所有信息都仔仔细细查明白。是。现在备车去好再来美食街。是。老板娘，你这烤鹅腿好香啊，怎么卖的？31个，今天刚开张，我给您打8折，24就行。这么便宜，给我来一个。好嘞，好嘞，谢谢大姐。住手！谁让你在这卖烤鹅腿的？这位大姐，我交了摊位费的，这里不能卖吗？呸！我在这卖了10年，你敢抢我家生意？儿子，给他点教训！妈，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你们要干什么？贱人，你敢抢老娘的生意？今天不给钱，你休想走出这条街！大姐，做生意讲究公平竞争，我只是想混口饭吃，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呸！道理，在这条街上，老娘就是道理。不给钱，你这生意就别想做。你们太不讲理了！
我没钱，就算有，我也不会给你们的。月底还债的日子就要到了，还差好几万。如果今天连这个摊子都保不住，我该怎么活下去？没钱，没钱，你在这装什么硬骨头？不给钱，老子现在就掀了你的烂摊子！不要，求求你不要，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不要啊！你给不给钱？大姐，我真的没钱，我的钱都用来置办这个摊子了。没钱，你生意就别做了。我的鹅腿，我的摊子，活该，让你不长眼！你们太过分了，我要报警！给脸不要脸，还敢报警？你敢动他一下试试？你他妈谁呀？少在这里多管闲事，松手！给他道歉。让我道歉？你做梦！老子今天连你一起废了！你给我松手！放开我儿子！你这个杀千刀的！这位先生，谢谢你帮我，但你快放手吧，他们是这一带有名的无赖，别招惹他们，免得连累你。大家快来看啊！欺负人了！欺负我们无依无靠的可怜母子啊！欺负一个弱女子，砸人摊子，抢人手机，这也叫可怜？啊！疼，断了！我道歉，对不起大姐，我错了，我不该砸你摊子。我的手断了，你打伤人，今天不赔医药费，你别想走。对，赔钱！我儿子手断了，至少2万。2万块，在这儿，这是赔你断手的，前提是你的手真的断了。如果是假的，我就让它变成真的。我们报警抓你这个黑社会！喂，110吗？我要报警，在好再来美食街，有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恶意损坏他人财物。对，请立刻派人过来。想跑，欺负完人就跑，没门儿！母子俩欺负老板娘，一个女人可怜老实，还有没有良心？请问是谁报的警？警察同志，我报的警。这2个人寻衅滋事，砸了徐女士的摊子，还要打人。他怎么知道我姓徐？徐女士，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警察同志，他们说我抢生意，要我赔钱，我不给，他们就把我的摊儿砸了。对，我们都看见了。我可以作证，要不是这个大哥拦着，那小子就要打老板娘了。我就是一时糊涂，一样的价钱，他卖真鹅腿，我卖的是鸭腿，客户都被他抢走了。我就是想吓唬他，真没动手。好啊，你自己卖假货，还欺负人家卖真货的，不要脸，自己心黑还怪别人老实做生意。你们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以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不，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就是个小本生意。警察同志，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放过我们吧。有什么话回局里说。早就该抓了。这位先生，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我这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明天你来，我给你烤鹅腿，不要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站住！你走可以，但我有条件。徐董，12年前，你去五岗村给工人们发工资的路上，有个人劫了你457块钱，你还记得吗？
你是？徐董，我就是周建民。12年前，在武岗镇外的盘山公路上，我拿着弹簧刀，抢了您457块钱。你真是建民？好啊，你现在这么体面，这么有出息，我当年就知道你不是坏人，你只是一时急糊涂了。我没看错人，没看错人。徐董，当年我入狱后，是您料理了我妹妹的后事，还把我父母的骨灰牵到了一起。这份恩情，我周建民这辈子都还不清。说什么还不清的？你妹妹那么年轻，那么懂事，不该走得那么孤单，你父母也该有个像样的安息处。这些都是小事儿，不值当挂心。徐董，我找了你12年，你当年那么大的家业，怎么会？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您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帮您解决。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生意上出了点岔子，合伙人跑了，欠了些债。你刚才出手帮我解围，我已经很感激了。只要这摊子还在，我诚信经营，什么坎儿都能迈过去。日子嘛，总会好起来的。对不住啊，今天这情况，没法请你尝尝我的手艺了。我得赶紧去进明天的货，你明天一定要来，我请你吃烤鹅腿，管饱。他宁肯自己苦撑着，也不肯向人开口。既然他不肯要，那我就主动给。立刻在市中心盘个地段最好的店铺，要宽敞，要干净。明天之前给我答复。是周总。另外，徐女士这12年来的经历，我查到了，资料已经发您邮箱。周总，徐女士这12年过得很苦。12年前，她名下的建筑集团承建的锦绣花园工程突发坍塌事故，工程被紧急竞调，判赔300万。她的2名合伙人李有为和周琦连夜卷走公司最后800万流动资金，消失得无影无踪。徐女士一人扛下了全部债务。这些年，她跑过外卖，凌晨3点还在闯红灯赶单，在火锅店洗过碗，手泡在洗洁精里烂了又烂，去工地进水泥，肩膀磨得血肉模糊。最惨的时候，连桥洞公园长椅都睡过，冬天裹着报纸取暖。但他每个月10号雷打不动往法院账户打钱，12年没有一次逾期。继续查，当年工程好好的，怎么就塌了？那2个人渣，给我掘地3尺找出来。是，周总。周总，燕归来那个铺子370万全款拿下，装修设备证照全齐，真就白白送人。白白送人，这远远不够。当年他给我妹妹一口棺材，给我父母一方墓地，给我周建民一条活路，这份恩情我能记一辈子。备车，我现在就要见他。徐老板，你这手艺绝了，皮脆肉嫩，酱香入骨，货真价实，比那卖假货的强100倍。王翠芳那个奸商被罚了15万，摊位永久干停，市场监管局的人亲自来贴的封状，真是大快人心。做生意嘛，凭良心，食材新鲜，分量足，顾客自然回头。您这良心买卖，往后一定越来越红火。等您开大了，我们可是老主顾，得给打折啊！是啊。哎呦喂，这是谁呀？这不是我以前当大老板的表姐吗？哎呦喂，这是谁呀？表姐，你怎么混成这样了？烤鹅腿，我手上这根手链都够你烤半年了。当年你可是开着奔驰、住着别墅的大老板啊，现在连辆3轮车都要自己蹬。桂芬，好久不见，要不要尝尝烤鹅腿？我请你。我本来不吃这种地摊货的，又不干净又廉价，吃了怕拉肚子。但你这个表姐太可怜了，众叛亲离，负债累累，我照顾照顾你生意，给我烤10个。好，谢谢你，桂芬，姐给你挑大的。等一下，这个太肥腻，油汪汪的，想腻死我啊！
这个又太干瘦，柴的跟树皮似的，喂狗呢。这个颜色发暗，不新鲜吧？这两个大小差这么多，你做生意就这么不讲究？好，姐重新给你挑。表姐，你这手法真熟练啊！翻刷撒，行云流水，天生劳碌命，不像我嫁得好，天生富太太的命，连厨房都没进过，连开水都不会烧。贵芬，一共是300块。这烤的是什么？边缘焦了，里面糊了，重烤，不然我不付钱。贵芬，你要是不满意，应该在中途说清楚的，我会注意调整火候和酱料。你这是在说我这个客人不是啦？徐小燕，我看在你是表姐，现在这么可怜的份上照顾你生意，你别给脸不要脸。怎么烤糊了还不让人说？当年你当大老板的时候不是最会教训人吗？现在落魄了，脾气还这么大。好，我给你重烤，但你有要求要立刻说好吗？不要等烤好了再。知道了，快点儿。我时间很贵的，每分钟都是钱。你以为我像你这么闲？火太大了，想烧死我啊？会不会控制火候？颜色不对，这么黑，喂狗呢，狗都不吃。刷那么多酱，咸不死人。你们穷人是不是口味重啊？烤好了，贵芬，你检查一下。我不要了。为什么？等太久了，没胃口了，不想吃了。怎么，你还想强买强卖啊？贵芬，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能走！我这里有监控，这10个鹅腿就是你买的，从头到尾都是你指定的。我全程看见了，你就是故意欺负人，哪有让人烤了这么多，挑3拣4半天，最后不买的道理？想赖账啊？欺负老实人算什么本事？就是买不起，别让人家烤这么多啊！人家小本生意，炭火酱料不要钱，烤出来了又不认，耍人呐！你这种客人最缺德，你们懂个屁！徐小燕才不是好东西，她以前是大老板，工程出了事故欠了3000万，老赖一个，跑来卖烤鹅腿，你们敢吃？不怕他偷工减料毒死你们？他连工人的命钱都敢欠，还有什么不敢的？欠3000万，真的假的？难怪来摆摊儿。我不是老赖，我一直在还钱，每个月10号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拖欠过，法院都有记录的。还不上就是老赖，还不上就是老赖，装什么可怜？3000万你烤一辈子鹅腿都还不清，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还不清。谁敢吃啊？他怎么是这种人啊？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以后再也不来他这里。表姐，你要是真有良心，就赶紧把那3000万还上吧，要不说什么都是废话。谁说他还不上？3000万，我帮他还了，现在立刻，马上。哟，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葱啊？穿的人模狗样的，跑这儿来英雄救美了？帅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该不会是看上这个徐小燕了吧？她现在就是个烂透了的老赖，你沾上她，保准你倾家荡产！闭嘴！再让我听到你侮辱她一个字，我一定让你后悔。徐贵芬，你别太过分了，嘴巴放干净点儿。建民只是我以前随手帮过的一个普通朋友，你有什么冲我来，别扯上旁人。原来如此啊！闹了半天是个来报恩的穷光蛋啊！装什么大尾巴狼呢？拿张假卡在这吓唬谁呢？那可是3000万，你拿命还啊！你不用管我拿什么。我老公可是鹏城建设海城分部的总经理，整个海城有头有脸、资产过亿的大人物，我天天跟他们在一张桌上吃饭，我就从没见过你这号人。哦，鹏城建设海城分部总经理，鹏城建设董事长是不是叫赵鹏程？哟，
居然还知道我们董事长的大名。像赵董那样站在云端的大人物，你这种废物，这辈子都没资格见一眼。老赵，鹏城建设海城分部的总经理人品有问题，立刻开了，永不录用。周总，您息怒，这个不长眼的东西怎么惹到您了？我马上处理他。他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好，放任他在外到处惹事咬人，这种人怎么担得起海城分部这么大的摊子？周总说的对，我这就去办。哼，如果他追问缘由，就让他好好感谢他这位好老婆。明白，周总。往后分部但凡有半点让您不顺心的地方，您随时联系我，我亲自登门到海城向您赔罪。哎呦，笑死我了！你土味短剧看多了吧？还打个电话就能开除我老公？我老公可是分部总经理，除了董事长本人，没人有资格开除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建民，你真认识鹏城建设的董事长吗？这种大人物可不能随便开玩笑，万一被对方追究，我们少不了惹大麻烦的。小燕姐，你放心，我从前跟赵平城喝过几次酒，他欠我一份人情。喝过酒，酒桌上混个脸熟就拿自己当人物了？小子，有种报出你的单位名字，我老公随口一句话就能彻底砸掉你的工作，让你在海城根本找不到活路，连讨饭都没人肯收你。徐桂芬，够了！那笔钱我一分不收，咱们这门亲戚我也不认了。你快点离开，别再为难建民。走，想都别想！今天这小子不跪下磕头认错，亲口承认自己是吹牛的骗子，我绝不善罢甘休。老公，你来的正好，就是这个穷光。你这个败家娘们干了什么？孙董说你得罪了人，老子被开除了。老公，你被开除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老子刚刚接到总部的电话，孙董亲自下令，不仅开除我，还要全行业封杀我。我这辈子都别想在建材行混了。不，这不可能！孙董远在总部，怎么可能管海城这点小事儿？是不是他？是他刚刚打的电话，可他就是一个酒蒙子啊！孙董怎么可能会听一个酒蒙子的话？建民现在竟然真的这么厉害，他一个电话真的能让鹏城建设的总经理直接卷铺盖走人。就是他，他刚才说他以前跟孙董喝过酒，老公，孙董一定是被他骗了。什么喝过酒的酒蒙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孙董说了，是海城首富亲自给他打的电话。你这个败家娘们儿，老子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全被你这个蠢货毁了。离婚，现在就去民政局，老子1分钱财产都不会分给你。老公，你别丢下我，老公！站住，付钱。你老婆买了20个烤鹅腿，一共600块。败家娘们儿，吃个鹅腿能吃出600块？支付宝到账600元。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不过真不知道我这个表姐怎么惹上首富了。是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吧。小燕姐，3000万我给你还。建民，你再这么说，我可不高兴了。你放心，我现在生意挺好的，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还完这3000万。小燕姐，我有个朋友，他的店最近倒闭了，出不了手一直。那家店地段非常好，在市中心，我把它全款买下来了，送给你。建民，你老实告诉姐，你是不是跟姐撒谎了？建民，姐虽然落魄了，但姐不是傻子。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店铺，光是租金1个月都要5万块起步，那种位置，只要开门营业，躺着都能赚钱，怎么可能会因为生意不好而倒闭？你说这是卖不出去的倒闭店铺，就是想让我心安理得的收下，对不对？小燕姐，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建民，你的心意姐领了，你能有今天，姐真的替你高兴。你要是想帮姐，以后多介绍点朋友来照顾姐生意。这个店铺实在太贵重了，姐绝对不能收。小燕姐，这个店你必须收下。建民，你12年前，我走投无路，拿着刀抢劫了你，那可是抢劫啊，是犯罪。可是你呢？你不仅没有报警，还帮我安葬了妹妹，甚至把我父母的骨灰都迁到了体面的墓园里。小燕姐，那是整整30万啊！我就是想着一定要报答你，才有了今天的我。建民，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当时我帮你，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和你妹妹都是好人。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没想过要你回报什么。不，你帮我是因为你是好人，而我帮你也是因为你是好人。小燕姐，我曾经在小慧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我妹妹在天之灵也绝对不会原谅我的。你这人，行，姐答应你。不过，这店算我借你的，等姐以后赚了钱，一定会把买店的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好，都听小燕姐的。小燕姐，走，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店铺。您的烤鹅腿，拿好，慢走。老板娘，你这新店环境真好，味道还是一如以往的绝，以后我们天天来。好嘞，谢谢大家支持。周总，当年坑害徐女士的那2个合伙人终于找到了。建民，是不是公司有急事儿？快去忙吧，姐这儿现在完全能忙得过来。好，小燕姐，那我先回一趟公司，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快去吧。周总，查清楚了，这2个合伙人叫李有为和张红梅。张红梅表面上和徐女士姐妹相称，暗地里却早就和李有为勾结在了一起。她瞒着徐女士，纵容李有为在锦绣花园工程中严重偷工减料，这才导致了坍塌事故。然后呢？事故发生后，徐女士为了不让工人们流落街头，担下了全部责任，而这2个畜生却连夜卷走了公司账上最后的800万流动资金，直接人间蒸发。他们现在在哪儿？这2个人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如今改头换面，成立了一家叫宏盛建设的新公司。最近拉拢到了海城老牌巨头王立光、王董的3亿投资。明天就是宏盛建设宣布上市的庆功宴，他们给海城所有名流都发了请帖，这张发到了我们周氏。以前这种体量的小公司，我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上市？凭着别人的血汗钱，他们也配上市？明天的庆功宴，我亲自去。是，我这就安排车。另外，去给小燕姐准备一套最名贵的晚礼服。明天的宴会，我要带她一起去。红梅，天大的好消息！周氏集团的周董居然亲自接了我们的上市邀请函，明天他会准时出席。真的？那可是周建明啊，海城首富，咱们这回是真的要平步青云了。王立光的3亿投资算什么？只要搭上周董这艘万吨巨轮，咱们宏盛建设就是海城下一个巨头。说起来，真是风水轮流转。听说徐小燕那个蠢货，现在在美食街卖烤鹅腿呢，穷得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当年要不是你聪明，为了多赚点，让我偷工减料，省下大笔材料费，咱们哪来的启动资金？那桥梁坍塌了，他居然主动把罪责全担了，到现在还在还产，真是蠢到家了。他不蠢，怎么显出咱们聪明？明天可是咱们的大日子，不如咱们去他的宴归来订100个烤鹅腿，让他亲自送过来。我倒要看看他看到咱们如今的身份会是什么精彩的表情。哈哈哈，红梅，还是你损，就这么办。明天晚上，宏盛建设上市庆功宴要订100个烤鹅腿，必须在明晚8点前送到海天大酒店。100个，没问题，保证新鲜出炉，准时送到。太好了，100个鹅腿，这可是一笔大单子，这下又离还清当年的债近了一步。周总，这是为您定制的礼服，奢华至极。您看徐女士穿这身合适吗？不错，配得上她。小燕姐，你等会儿有空吗？我想邀请你陪我出席一个宴会。建民，真是不巧，姐今天我接了个100个鹅腿的大单子，我这会儿骑着3轮在送货的路上呢，马上就到了。大单子，送去哪儿？海天大酒店，好像是一家叫宏盛建设的公司订的。
不说了，建民，绿灯亮了，我得赶紧送过去，挂了啊。宏盛建设，李有为、张红梅。备车，半个小时内必须赶到海天大酒店。是，周总，我立刻去安排。你好，宏盛建设订的100个烤鹅腿送到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当年的徐大董事长吗？怎么今年改行卖鹅腿了？徐小燕，看看你现在的叫花子样，当年你多风光啊！就是。当初我们劝你别管那些下贱的农民工，你非不听，非要砸锅卖铁去赔偿。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你后悔了吧？是你们事故发生后卷走了公司账上最后的800万救命钱，把那800万还给我！缺钱是吧？想要回那800万，可以啊。这100个鹅腿，你现在当着老子的面，1个小时内全部吃完，只要你吃得下，老子立刻还你800万。哟喂！你别太过分了哟，徐小燕，这怎么能叫过分呢？这不是你急需的救命钱吗？我们有为明明是在帮你，你怎么不识好歹啊？你到底还要不要那800万了？徐董，下个月的赔偿款什么时候能打过来呀？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爸爸的一辈子都被你毁了，我的人生也被你毁了，你拿什么赔？我要是真吃完了，你不想还怎么办？大家听听，这土鳖居然还怕我赖账！老子老实告诉你，我们宏盛建设马上就要拉到周氏集团周总的投资了，那可是周氏集团海城的天！哼，人家周董的投资起步就是3个亿，到时候老子手握几个亿，还会差你这区800万。你只要能吃完，别说800万，老子给你还3000万。好，我吃。你们快看啊！徐小燕还真吃呀，真是穷疯了！为了几个臭钱，连尊严都不要了。呸！真恶心！瞧他那饿死鬼投胎的样子，跟800年没吃过饭一样。这也太过分了！100个鹅腿会吃出问题的。为了800万，命都不要了，真是悲哀。只要吃完就能还上债。徐小燕，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吃不干净我可不给钱啊！有为，你看他太听话了。哎呦，加油啊，徐董！时间可不等人，可就剩最后15分钟了。你才吃了10个，那800万的债你是不想要了吗？周建民的恩人，你们也敢这么对待？建民，你怎么来了？小燕姐，我本来就是邀请你来这儿的，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建民，脏，别弄脏了你的衣服。不脏，一点都不脏。小燕姐，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你谁呀？谁让你进来的？跑这儿来演什么苦情戏？就是穿的人模狗样的。保安呢？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我轰出去！老子问你话呢，你聋了是不是？我的高定礼服！混账！你他妈到底是谁？知道老子是谁吗？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我就是你求了3年，连面都见不到的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建民。你说你是周氏集团的周总周建民？你要是周建民，老子今天就是天王老子！就是，
你个废物，知道周氏集团是什么概念吗？那是海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巨无霸。周董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人物，你连人家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个名字，也敢跑来吹牛，真是不知死活！没人比我更清楚周氏集团。10年前，周建民在海城南区的地下室白手起家，靠倒卖建材赚了第一桶钱。8年前，成立周氏贸易，吞并了对手。5年前，正式更名周氏集团，进军金融与地产。周建民的左肩有一道当年在工地留下的刀伤，而他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5万块。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建民，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那个周总？姐，是真的。当年你的恩情，我一刻也没忘。我成功了，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好，建民，姐替你高兴，姐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随便在网上查点资料就想跑来骗老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掀了老子的桌子，弄脏了老子的西装，现在立刻给老子弄干净，否则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擦干净，好啊。放开！现在干净了吗？老子弄死你这个装逼犯！有为，你没事吧？好，徐小燕，老子早就查清楚你那个破烤鹅腿店在哪儿了。只要老子一声令下，明天就能让你的破店彻底倒闭，让你在海城连要饭的位置都没有。李有为，你简直无耻透顶！当年你卷走800万，害了那么多工人，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踩着别人的血汗得来的，你根本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想让小燕姐的店倒闭，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孙秘书，立刻停掉宏盛建设在海城所有的建材项目，断绝他们一切资金链和原材料供应。半分钟内，我要看到结果。你还真装上了，一个电话停掉老子所有的项目，你算哪根葱啊？就是演戏演上瘾了吧？你以为你是老天爷啊？我们宏盛建设可是有王董的3亿投资，你算个什么东西？这男的也太能装了，为了给一个卖鹅腿的撑腰，连周董都敢冒充，真是虚荣丢人。喂，什么事？慌慌张张的。李董，不好了，银行冻结所有贷款，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强行叫停了。有为，你怎么了？电话里说什么了？什么项目被叫停了？怎么，现在信了吗？信你妈个头！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老子知道了，肯定是你一个鳖孙在背后搞鬼。对，肯定是他打了什么市长热线或者举报电话，故意捏造事实，弄黄了咱们的项目。有为，他就是个臭卖鹅腿找来的托儿，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好啊，你们这对狗男女敢阴老子！你们以为打个举报电话就能扳倒我？做梦！老子现在就告诉王总，这项目可是王总亲自看好的。王总在海城是什么地位，不用我多说吧？只要王总一句话，你们那个破举报根本不管用。就是。等王总知道了你们敢动他的蛋糕，绝对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在海城连要饭的地方都没有。没想到老王现在竟然这么没眼光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垃圾项目也敢投。老王，立刻撤销对李有为公司的所有投资，10分钟内滚过来见我，不然你以后都不用再踏进周氏集团一步了。是，周总您息怒，我马上到，马上到。擦什么擦？别管那破桌子了，快，立刻去给我备车，去海天大酒店，快啊！王总，现在是早高峰，海天大酒店在市中心，
路上堵得水泄不通啊，10分钟，10分钟肯定过不去啊！过不去也得过，堵车那就骑车，骑自行车，骑电动车，实在不行就给我调直升飞机。周总生气了，你知不知道？那就是天塌下来了，就是飞，我今天也得在10分钟内飞过去。你给我想办法，想不出办法你也别干了。是，王总您别急，我立刻去安排，立刻去。还有，把对李有为那个王八蛋的投资全都给我撤了，1分钱都不许留。李有为这个不长眼的畜生，自己找死就算了，竟然敢惹周总，敢惹周氏集团，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立刻去办。是，王总。10分钟。哎呦我的妈呀！10分钟，你这戏演的也太全套了吧，笑死老子了！有为，你看看他那个死出，还老王，还滚过来见我，这土包子是连王总是男是女都没敢搞清楚吧？小伙子，装逼也不看看地方，你算哪根葱，敢这么使唤王总？就是，随便拿个破手机拨个号，真把自己当周氏集团董事长了，真是不嫌丢人。小子，你以为找个人演双簧就能吓住老子？你今天要是能把王总叫来，老子当场把这桌子啃了。记住你现在说的话。你他妈还敢动手！建民，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个王总，你到底有没有把握？要不咱们还是快走吧，姐真怕连累你。小燕姐，别怕，今天接下来的事儿全都交给我，你只管站在这儿看戏，信我。哎呦，还看戏呢？我看你们一会儿怎么收场。保安呢？保安死哪儿去了？把这俩闹事的给我！大事不好了，李总，出大事了！慌什么慌？号丧呢？没看见我正处理这俩要饭的吗？天塌下来了不成？有屁鬼吗？李总，天真的塌了！刚刚王总亲自打来电话了。王总打电话怎么了？是不是急着问咱们项目的进度？你慌什么？不是进度，王总在电话里疯一样的骂您，他说要立刻马上撤销对咱们公司的所有投资，1分钱都不留了。你放屁！你他妈说什么？撤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不是听错了？王总昨天还说项目前景光明，怎么可能突然撤资？你个废物！是不是你惹王总生气了？我没有啊，王总原话就是这么说的。财务那边说资金通道已经全被冻结了。是真撤资了？这怎么可能？一个电话，他刚才那个电话竟然是真的。你到底干了什么？行啊，小子，演戏演得挺全套啊，还10分钟，老子就陪你等这10分钟，等王总来了，我看你怎么死。就是有为，咱们就站这看笑话，等会儿王总带着保安过来，把这俩装逼犯扔出去。各位都做个见证啊！10分钟后，要是王总不来，这俩狗男女就得跪下来给老子舔干净这双皮鞋。这小伙子也是为了给一个卖鹅腿的撑腰，连命都不要了。等着看好戏吧，等会儿王总真来了，怕是直接叫警察了。建民，姐不怕丢人，姐就怕连累你。要是王总不来，你……小燕姐，信我。哎呦，还有2分钟呢，周大董事长，您的王总怎么还没飞过来啊？有为，说不定人家王总正骑共享单车呢。先生，您不能。王总您来了，您来的正好。王总，就是这俩废物，一个卖鹅腿的，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托，在这儿冒充周氏集团的周总，还恶意举报咱们的项目。王总，您放心，我马上收拾他，让他滚出海城，不让他滚出整个海市，我这就让保安。你他妈疯了！什
想死别带上老子！周总，我来了。对不起，周总，我跟这个蠢蛋一点关系都没有。投资我全都停了，一分不留。王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个臭卖烤鹅腿的，我查过的，他在美食街帮那个贱女人推车，他怎么可能是周总？王总，你看清楚啊！我认你妈的人！周总，我跟着干了12年，他左肩那道刀疤，我怎么可能认错？当年在工地是我亲手给他包的扎。你他妈作死！居然敢惹周总！从今天起，别想在海市混了，老子第一个封杀你，全行业封杀！周总，我错了，我永远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周总，您放我一条生路，那800万不1000万，我马上还给徐小云，不2000万，我加倍。对，我们马上还，求您高抬贵手。你们当初卷款跑路的时候，想过给徐小燕留一条生路吗？那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公司账上没钱了，我们不走也……那你们为多赚点钱偷工减料呢，也是不得已。出了事故让徐小燕给你们背锅的时候，你们想过给她留一条生路吗？什么？建民，你说什么？当年的事不是意外吗？我一直以为是我监管不力，是我害了那些工人。小燕姐，你看，不是意外，是张后门为了让男朋友李有为多赚钱，故意偷换了劣质材料。那些钢筋水泥全是废品站收来的翻新货。竟然是你！是我又怎么样？张红梅，你是我最好的闺蜜，我把你当亲妹妹，我是信任你才让你去订材料的。你不知道偷换劣质材料是会害死人的吗？那些工人，他们有家有口，他们信任我，信任我们公司。我就是想让有为多赚点钱，我有什么错？我跟你说过的，让你用点不好的材料，省下来的钱大家分。你非要用好的，非要当什么圣人，是你自己蠢，是你自己非要种好人。到现在了，你还不认错？那是人命关天的项目，你就为了多赚点钱，你连人命都不顾了。这种项目有点伤残不都是正常，死了那也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自己不小心？老子花钱雇他们来干活，他们就是来卖命的。他们干活马虎，死了大不了赔点丧葬费，还想讹老子一辈子？就是那些工人自己不小心，我们能给他们一口饭吃，就已经是活菩萨了。太畜生了，这简直不是人说的话。疯了，这王八蛋彻底疯了。你们两个
真的是丧尽天良的东西！你们的钱上面全都沾着别人的血，你们会遭报应的，一定会！我要报警，你们两个必须坐牢！徐小燕，你不能！你报警了，那些工人的家属也拿不到钱。小燕，我们错了，我们把钱都给你啊！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知道怕了。喂，我要报警，海大大酒店有人涉嫌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商业欺诈，还有故意杀人。小燕，你忘了吗？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帮你打过饭，你发烧40度是我背你去医院的。你说过我是你最好的姐妹，你说过的，你不能这样对我。就这一次，就放过我这一次。闺蜜，你偷换材料的时候想过我是你闺蜜吗？你卷款跑路，留我一个人面对那些工人家属的时候，想过我是你闺蜜吗？你让我背锅，让我整夜做噩梦，让我以为是我害死了人。你让我自责了一辈子的时候，你想过吗？徐小燕，你以为你赢了？那些工人家属能给你什么好处？我给你钱3000万、5000万，你放我走！晚了，这些话你们留着去跟那些工人说，去跟那个被钢筋穿透肺、一辈子只能插着管子呼吸的老周说，去跟那个水泥坍塌砸断腿、女儿辍学打工的小刘说。谁报的警？是我。警察同志，这2个人李有为、张红梅涉嫌重大工程安全事故、商业欺诈、故意杀人。警官，这是周氏集团法务部调查取证的全部材料。证据确凿，李有为、张红梅，你们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合同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现依法传唤，等待开庭接受审判。不可能！我是海城优秀企业家，我跟你们局长吃过饭，你们不能。不会的，有为说过没事的，他说过打点好了的。徐小燕，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3年了，这3年我每天都在自责，不敢看那些工人家属的脸，终于可以给他们一个交代了。都过去了，小燕姐，都过去了。喂，小燕烤鹅腿。请问是徐小燕女士吗？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儿吗？我是周总为您安排的代理律师，现正式告知您，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被依法全面关停。法定代表人李永维、财务夫人张红梅涉嫌多项刑事犯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资产现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优先用于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工伤赔偿款项。您作为原工程监理方，当年被恶意转嫁的债务关系，经再审裁定已全部撤销。您的个人征信3日内恢复。谢谢你。不客气，徐女士，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多亏您方提供的证据完善，这12年辛苦了。徐女士，老李叔、王哥，你们怎么来了？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老李叔，你们快起来呀！徐老板，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给你磕头赔罪，也是来谢恩的呀。今天一早，
法院把李有为和张红梅那2个畜生的钱强制执行了。徐老板，这些年是我们错怪你了。你一个人顶着破产的黑锅，到处打零工卖烤鹅还我们的债，现在还帮我们揪出了罪魁祸首。可我们以前还天天堵着门骂你，逼你还钱，我们真不是人啊！对不起，许阿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前几年我爸生病没钱治，我恨透了您。我不懂事，带头来您店里闹事，砸过您的招牌，泼过脏水，还指着您的鼻子骂您是没良心的吸血鬼。我甚至还在网上发帖子骂您。可您不仅没报警抓我，还在大冬天偷偷把卖烤鹅攒下的零钱塞给我，让我给我爸买药。我那时候瞎了，还把钱砸在您脸上。许阿姨，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个混蛋，你打我骂我吧。傻孩子，阿姨怎么会怪你？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那是心疼你爸，急坏了啊。别说傻话了。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的公司，大家也不会受这么多苦。我拼命打工还钱，都是我该做的。只要你们的血汗钱能拿回来，大家以后的日子能好好过。我这12年就没白熬。徐老板，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好，我收下，谢谢大家。这下好了，咱们所有人的苦日子都熬到头了。小燕姐，今天怎么看着这么高兴？你来啦，大喜事儿！我给你看。建民，你看，工人们的钱终于拿到了，刚刚还给我送了锦旗过来。真好，恭喜你了，小燕姐。这12年压在我心里的石头，今天总算是彻底搬开了。小燕姐，苦日子都过去，以后只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会调动周氏集团的资源，帮你继续把这烤鹅的事业做大，打通全国供应链，开连锁店，把它做成全国知名的品牌。哎呀，建民，这就不用了，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当年我帮你那点事儿，真的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你再这么帮下去，我欠你的可就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清啦。小燕姐，你从来不欠我什么，这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来吧，今天我也来搭把手，帮你烤鹅腿。使不得，使不得！你堂堂周氏集团的大总裁，怎么能干这种烟熏火燎的粗活？快放下，别把你衣服弄脏了。没想到咱们徐董也是这么以貌取人的人。做老板怎么了？我以前走投无路的时候，可是到处打零工的，什么粗活没干过。我这手艺说不定比你好呢。徐董不会是怕我学会了抢你饭碗吧？是，怕得很。周大总裁非要体验生活，那我就给你个机会。过来，我教你。火候小一点，刷酱要均匀。哎，对，就是这样。遵命，徐老板。爸妈，恭喜你们修成正果，新婚快乐！你这孩子都多大的人了，还这么调皮。爸，徐妈，新婚快乐！爸，15年前您把我们3个孤儿带回家，悉心栽培我们长大。这15年，您既当爹又当妈，现在终于能和徐妈早一起，有个知冷知热的伴儿，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是啊，虽然我们早就叫徐阿姨妈妈了，但是现在我们总算是真正的一家人了。对了，我们给2老准备的丰厚新婚贺礼已经提前派人送回家了，希望你们喜欢。好，你们的心意，爸和你们徐妈都收到了。小燕儿，大半辈子都在商场里打拼，
现在孩子们都出息了，能独当一面了。我决定，咱们正式退休，把商界的所有工作都交给她们姐妹3个打理。我带你环游世界，安度余生。真的，全都放下了？全放下了。咱们先去欧洲，再去海岛。不过小燕，我想先回一趟老家。老家？马上就是我表叔周德顺的60大寿了。当年我妹妹刚查出白血病，家里砸锅卖铁也不够医药费。我走投无路，挨家挨户去磕头，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只想给他们买一副救命的药。可全村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只有表叔。他自己家里也穷得揭不开锅，却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20块钱。那可是15年前的20块钱啊！那是他从全家人的口粮里硬生生抠出来的钱。没有那20块钱，我妹妹连那一碗的药都吃不上，我当时也早就撑不下去崩溃了。正好表叔60大寿，表叔很重脸面，我想这个时候报答他，再好不过。建民，我懂你心里的苦，也懂那20块钱对你来说有多重，那是把你从绝望里拉出来的光。咱们必须回去，风风光光的给表叔过这个大寿。而且，其实我也很想回去看看。哦，那里可是咱们俩第一次遇见的地方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想和你一起故地重游，去看看咱们最初相识的地方。谢谢你，小燕，谢谢你这么懂我，也谢谢你愿意陪我回去。一家人说什么谢？走，给表叔准备点见面礼。爸妈上车，我送你们过去。周总，您看看这株极品野生百年灵芝，不仅个头大，品相也是万里挑一，用来送给长辈贺寿，寓意健康长寿，绝对有面子。百年灵芝，年份还是浅了点儿。我这位长辈对我有天大的救命之恩，这点东西分量不够，还有没有更好的？有，您再看看这个极品蜡烛冬虫夏草，这可是今年新收的特级品，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冬虫夏草太常见了，不够稀罕。店长，我今天来只要最好的东西，钱不是问题，懂吗？周总，这些已经是咱们店里顶好的货色了。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株品相完整、药效极佳的千年人参，我要包起来，作为给我表叔的60大寿专属贺礼。周总大气，这可是咱们店的镇店之宝，价值1000万啊！我立刻为您精心包装。人参虽然贵重，但我总觉得光送这个还不足以报答表叔当年的恩情。小燕，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建民，老人家年纪大了，最要紧的无非是住所和钱的保障。除了这2样，咱们也可以让老孙去查查，看看表叔他们家现在具体有什么难处，咱们对症下药，帮他们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你说的对。老孙，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在老家选一套环境绝佳、配套齐全的临湖独栋精装别墅，要能拎包入住的。第二，去收购一家资质齐全、稳定盈利的正规持牌融资公司，这2份资产全部无偿赠与我表叔周德顺，后续交由他的家人打理。另外，你再去仔细查查表叔家最近有没有别的难处，查清楚了一起解决。好的，周总，我马上去办。爸，徐妈，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位表叔呢，刚好我最近有空，我想陪你们一起去老家沾沾喜庆。好啊，
人多热闹，你顺便问问老大老二，看他们能不能抽出空一起去。我这就问。爸姐，我和老二手头还有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在收尾，暂时无法和你们同行出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加急处理工作，寿宴当日一定准时抵达现场。我们俩还特意给表叔准备了专属的重磅惊喜大礼，打算现场送给长辈呢。行，既然他们有安排，就不催他们了。走，咱们一家3口先回家收拾几件简单的行李，低调启程，回乡。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周总，您吩咐的灵湖别墅和融资公司都已经过户，准备妥当了。另外，您让我去查表叔家最近有没有什么难处，我查清楚了。说，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周耀宗的女儿周雅文最近正在申请国外的大学，但因为家庭资质差了一点，一直拿不到意大利顶尖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小姑娘正因为这事儿在家里闹脾气。我当是什么天大的难处？老孙，你立刻联系咱们集团在欧洲的分公司，让他们跟那所意大利商学院的校董会打个招呼。明白。告诉他们，周氏集团愿意给这所学校捐赠一栋教学楼。就说周雅文是我认可的，是我的亲戚，让他们重新审核周雅文的家庭资质，而且要确保她能如期去上学。好的，周总。这点小事我立刻去办，保证今天之内把录取名额敲定。连孩子上学的事儿都给解决了，这下表叔一家该彻底安心了。当年表叔倾其所有救了我妹妹的命，如今他孙女的前途，我这个当表叔公的自然要管到底。我不管，我同学他们都拿到 offer 了，就我没有。我申请了很久都没通过，中介说可以帮我包装简历，我就能进那个意大利商学院。爷爷，你把养老钱拿出来给我交申请费好不好？文文啊，爷爷那点棺材本早就给你爸做生意赔光了，现在家里哪还能拿得出20万呢？你一天天就知道跟那些富二代攀比，你要是自己争气点，成绩考好点，用得着花这冤枉钱找什么中介吗？你怪我？你要是有本事，像别人的爸爸那样有钱有势，我用得着在这里低三下四求人吗？你个逆子，我今天非抽你不可！周耀祖，你自己没本事赚钱，供不起闺女读书，现在反倒怪起孩子不努力了。你要是个男人，就出去借钱，把闺女的前途给铺上，少在家里耍威风。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慈母多败儿。喂，找哪位？您好，请问是周德顺老先生吗？是我，你是谁呀？周老先生您好，我是周氏集团总裁办的首席秘书，免贵姓孙。什么集团？秘书？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我们家不买保险啊。您没听错，我今天致电，是受我们周氏集团周总的亲自委托，向您转达他的安排。为了报答您当年的恩情，周总已经全款买下了一套环境绝佳、配套齐全的灵湖独栋精装别墅，以及一家资质齐全、稳定盈利的正规持牌融资公司。这2份总价值过亿的资产，现已全部无偿赠与到您的名下，随时可以拎包入住和接手运营。你说什么？别墅公司还无偿送给我？另外，针对您孙女周雅文小姐目前的困境，
周总也已经妥善解决。意大利顶尖商学院的最高级别录取通知书将于10分钟后发送到周小姐的个人邮箱，请注意查收。周小姐可以如期前往意大利就读。收到了，爷爷，爸，真的是意大利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下个月就让我去报到。我的老天爷啊！连国外名校的入学资格都能一句话搞定，那上亿的别墅和公司肯定也是真的。爸，咱们家这是要一步登天了啊！顶级大老板给咱们送钱送房，咱们以后就是十里八乡最大的豪门了，彻底飞黄腾达了。等等，这顶级大老板非亲非故的，凭什么突然给咱们家砸这么多钱？又是送上亿的别墅公司，又是解决文文上学的。哎呀，这还用想吗？上亿的房产、车子和公司，这分明就是天价的彩礼和嫁妆啊！肯定是大老板家的公子和千金，同时看上咱们家文文和昊天了。妈，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前2天我去市里，听人说有个开着劳斯莱斯的中年男人在到处打听咱们家的消息，还专门仔细打听了我和我哥的情况。对上了，这下全都对上了，绝对是这样，错不了。大老板亲自出马摸底，送来天价彩礼和嫁妆，这是上赶着要跟咱们老周家结亲啊！秀梅，你赶紧给昊天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让他赶紧回来。咱们老周家马上就要跟大老板做双重亲家了。借着这个势头，咱们必须得给我爹好好庆祝这个60大寿。对，我这就联系昊天。有这种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必须让他赶紧回来，准备迎娶大老板千金。好啊！我就说咱们老周家的孙子孙女儿都是人中龙凤，天生的富贵命。老天开眼啊！本来我这60大寿只打算摆2桌素菜随便对付一下，现在绝对不行，咱们马上就要成大老板的亲家了，必须大办特办。对，我要包下村里最大的供地，摆上100桌流水席，请最好的戏班子。把全村人还有以前看不起咱们的亲戚全叫来，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咱们老周家要发达了。哎呦，周老太爷，听说大老板家的公子和千金看上您家一对儿女了，彩礼和嫁妆都送上门了。这是我珍藏的茅台，特意拿来给您贺寿，沾沾喜气啊。德顺叔，以前为了那半米宰几地跟您吵架，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这猪肉您收下，以后您孙子孙女有出息了，咱们村都跟着您沾光。放那儿吧，明天就是我的大寿，那位神秘的亲家说不定要亲自来给我贺寿，顺便把这门双喜临门的亲事定下来。你们明天都穿精神点，可别在人家面前丢了咱们老周家的脸。那是。真羡慕周家，奔驰保时捷全来了，镇上有头有脸的老板全跑来看望周老太爷了。光羡慕有什么用？人家孩子从小学习就好，接触的人当然有出息，所以还是得让孩子好好读书。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那个当年连妹妹看病钱都拿不出来的前男友周建民吗？苏秀梅，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很意外吗？不怕告诉你，我现在可是这家的儿媳妇，耀宗明媒正娶的老婆。哎呦，我现在真是庆幸，还好当时我果断甩了你。要是跟着你，12年都过不上好日子，混成你现在这样，我不如直接一头撞死算。这位女士，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只是来给表叔贺寿的，不是来听你冷嘲热讽的。哟，你就是他老婆啊？难怪呢，什么锅配什么盖儿，穿成这样。周建民，你是多不上进，才混成现在这样啊？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给你老婆买。听说我们家今天办大寿，马上要有大老板来下聘礼，你们是不是闻着味儿就跑来打秋风蹭吃蹭喝了？
我告诉你们，今天来我们家赴宴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大老板，你们这种自己不上进的懒，连踏上这红地毯的资格都没有！赶紧给我滚！别在这儿弄脏了我们家亲家的眼！秀梅，今天是你公公60大寿，我只为报当年表叔的恩情而来，不想闹事，请让我们进去。哎呀，秀梅啊，大喜的日子，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建民既然大老远来了，那就是客嘛。表叔，祝您60大寿生日快乐，福寿安康。行了，耀宗啊，带你大表哥去后面找个位置坐下吧，别在前头堵着道了。今天我是特意来报恩贺寿的，看在当年那20块钱救命恩情的份上，这些轻视与刁难，我不必计较这么多。好，那我们先过去。爸，您就是太心善了。您看看他们穿的那样，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一点出息没有。大老板看见这种人，要是悔婚了可怎么办？还以为他离开村子这么多年，真的闯出什么名堂，看来果然没什么本事。放心吧，我让耀宗把他带到最角落去了。等大老板一到，就赶紧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绝不能让他在这儿丢了咱们老周家的脸。大表哥，今天贵客多，主桌那边都是镇上的大老板和大老板的预留位，你们一家3口就委屈在这儿凑合凑合吧。吃完赶紧走，别到处乱跑。原来，这就是我记了15年的恩人。建民，要是心里难受，咱们送完礼就走吧。没事儿，咱们坐。全当是彻底了结这段因果。吉时已到，请各位亲友上前为周老太爷献上寿礼。表叔，当年您借我20元救命之恩，建民没齿难忘。今日您60大寿，建民特备一株极品千年野山参，祝您福寿安康。献礼环节正式开始，请各位亲友上前为周老太爷贺寿。德顺叔，这是我特意托人买的2瓶飞天茅台，祝您寿比南山。好，好，好，放旁边吧。老太爷，这是一对千足金寿桃，小小薄礼，祝您福如东海。哎呀，太破费了，太破费了！来，耀总，赶紧收下，妥善放好。表叔，当年您借我20元救命之恩，建民没齿难忘。今日您60大寿，建民特备一株极品千年野山参，祝您福寿安康。周建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过60大寿，你拿一根干瘪的胡萝卜来糊弄我？哈哈哈哈！这哪里是胡萝卜，这分明就是他从哪个深山老林里挖出来的草根子，上面还带着泥呢。哎呦喂，周建民，你做人可以穷，但不能撒谎。你就直说送我一根萝卜，我也不嫌你。但你硬说这是人参，你寒碜谁呢？非要打肿脸充胖子吗？表叔，这不是萝卜口根，这是千年野山参，极具续命养生的药用价值。放屁！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几根破须子就敢说是千年人参？你想让我沦为村里的笑话吗？赶紧把这破烂玩意儿扫出去！真是有眼无珠，我爸没有骗人。哼，今天我就让你们这几个没见过世面的骗子好好开开眼，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世珍宝？耀宗，把我的宝贝请上来。各位亲友，大家看好了，这就是我儿子耀宗特意找收藏家花10万块买的100年野生大灵芝。没错，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养生至宝，这也是为了迎接咱们大老板亲家特意准备的镇宅之宝。哎呀，老太爷真是福气满满啊！耀宗可真孝顺，竟然愿意给周老太爷买10万块的灵芝。就是，耀宗真是有孝心。老太爷家底深厚，连天降宝物都落到你们家了。那是自然，这100年灵芝的珍贵药用价值，寻常物品根本比不了。哪像某些人，拿着一根破草根，就敢冒充1000年人参，真把咱们当猴子耍。那不就是一朵普通的雨后野生大蘑菇吗？伞盖都散了，连点药用价值都没有，他们居然当成100年灵芝。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他们是因为看不起你爸，才不信你爸真能拿出人参，还把一朵普通蘑菇当成传家宝。随他们去吧，就当看了一场猴戏。吉时已到，寿宴正式开席。爸妈，他们实在太欺负人了。我们从来没有骗人，真的带了1000年人参贺寿，凭什么把我们当成骗子，百般羞辱？我去找他们理论清楚。玲玲，坐下。今天这顿饭吃完，我们与周家的恩情纠葛就彻底一笔勾销，再无瓜葛。犯不上为了几口吃的跟他们置气。周建民啊，周建民，当年村里那些老东西天天夸你们兄妹勤劳肯干，脑子比我聪明，转头就骂我烂泥扶不上墙。今天老子比你有出息，总算能当众出这口恶气了，非得把你们的脸踩在脚底下不可。哎呦，大表哥嫂子，你们怎么坐在这种角落里啊？这可不行，快跟我去主桌。耀宗，不用麻烦了，我们一家坐这儿挺好的。那怎么行？大表哥大老远回来一趟不容易，平时在城里打零工，风吹日晒的，肯定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今天我爸过大寿，怎么也得让你们沾沾光，开开荤啊！走走走，都过去。大表哥嫂子，坐偏桌多委屈你们啊！来，主桌尝尝这道硬菜，这可是顶级进口的鲟鱼鱼子酱，高端食材，一般场合我不会拿出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也跟着有口福。就是，你们一般日子没见过这种吧？别光看着，快吃！但是这可不是咸菜，你们得好好学学怎么吃。吃顶级鱼子酱最忌讳用金属餐具，会破坏它原本的鲜味。顶级鱼子酱不需要任何配料，放在壶口，利用人的体温微微加热几秒钟，才能激发它最醇厚的坚果香气。品质勉强算得上贝拉嘎级别，可惜你们冰镇的温度不对，破坏了口感，腥味重了点。这怎么可能？他们一家这么没出息不上进，怎么会懂这些？这位夫人真是懂行的内行人，这是国际最顶尖的品鉴吃法，叫一吻清心。这位小姐肯定学得多，懂得多。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老周家这亲戚怎么举手投足跟咱们不一样啊？连这么冷门的吃法都知道，这底蕴远超常人啊！耀宗，你这就不地道了啊！自己跟风买高端食材，压根儿不懂真正的吃法，还跑去笑话人家懂行的，这下踢到铁板了吧？你胡说什么？我能不懂吗？我就是考验他们。行了，你快闭嘴吧，还嫌不够丢人吗？全村都在看咱们的笑话。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我大学可是专门学意大利语的，天天研究欧洲文化。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吃鱼子酱是抹在手背上的？对呀，咱们雅文是高材生。雅文，你快给大家说说，戳穿这个骗子。鱼子酱就是用勺子吃的，他分明就是没吃过，怕弄脏衣服才编出这么一套说辞。我看你就是平时在网上看那些不靠谱的段子看魔怔了，跑到这里来装懂行。对呀对呀，雅文可是正牌大学生，以后要出国的，见多识广，他还能有错？我说呢，差点被这穷亲戚骗了，没钱还硬装，真是虚荣到家了。好啊，我就说嘛，你们怎么可能懂这些规矩？哼，差点被你们给忽悠了。就是，还得是我们家雅文。我家雅文现在已经拿到了海外名校意大利顶级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过阵子就要远赴欧洲留学了。没错，等雅薇毕业，那可是要顺利跻身国际精英圈层，前途一片光明，哪像某些人不上进没出息。挺好的，孩子喜欢就行。喜欢？大表爷，这可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非要考这所商学院吗？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唯一的人生偶像，周蕊。你说你的偶像是谁？周蕊。琳琳，当心点喝。听你表姐继续说，她这偶像确实挺厉害的。那是自然，周蕊教授那可是意大利商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商界封神的全球顶尖青年商业大佬，他就是我毕生追赶的目标。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追随他的脚步，未来成为像他一样叱咤商界的顶级精英。哎呀，听着就了不得啊！能在外国当教授当大佬，雅文以后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耀宗啊，你们家可是飞出金凤凰了，以后雅文成了国际精英，可别忘了提携提携咱们这乡亲啊！好说好说，只要大家别学某些不知好歹的人就行。像周瑞教授这种顶尖大人物，某些人一辈子困在底层，后代毫无出头之日，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接触了。你们也就配在梦里想想了。哎呀，光说我们家雅文了。建民啊，你们家孩子现在干什么呢？我记得以前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吧？今天这种大日子，怎么没见着人啊？该不会是混得太惨，连件体面衣服都买不起，没脸来见人了吧？建明啊，你还没回答我呢。今天可是老爷子大寿，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没见你把自家孩子带出来见见世面呀？该不会是父母不上进，孩子在外面混得没出息，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不好意思带出门见人吧？秀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哟，嫂子啊，我这可是关心你们啊，毕竟咱们雅文都要出国读顶尖商学院了，大家都是亲戚。你们家孩子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说出来，我们耀宗说不定还能给安排个能干的工作干干呢。秀梅啊，费心了。我家一共有3个女儿，她们从小就不怎么爱钻研书本理论，所以早早就步入社会自己打拼去了。现在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每天忙忙碌碌的，没什么亮眼的履历，不值得在今天这种场合拿出来炫耀。哈哈哈哈哈哈！闹了半天，原来生了3个连书都读不进去的废物啊！哎呦我的妈呀！3个不学无术的废物！建明啊建明，我还以为你们家藏着什么大人物呢，真是笑死我了！连书都读不进去，这辈子也就只能跟你一样了，真是可怜。哎，建民啊，这年头没学历可不行啊！你家这3个丫头一辈子算是看到头了，没出息喽。就是啊，你看人家耀宗家的孩子，再看看他家的，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嘛！一家子懒汉不上进。哎，都是一家人，说话别这么难听嘛。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来了！快，昊天，快过来！各位长辈乡亲，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周昊天，他可是我们老周家的文曲星。昊天刻苦备考了好几年，今年的目标直指国内顶尖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哎呀，高材生啊，了不得，了不得！这算什么？你们知道我们家昊天梦寐以求、遥不可及的目标导师是谁吗？那可是国内学界的天花板，顶尖文学院的首席博导周玲教授。周玲教授的学术门槛极高，普通人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只要我能成功上岸，成为他的关门弟子，我立马就能一步跨入国内最顶端的高端学术圈，彻底实现人生终极目标。听见没，大表哥？这才是真正的志向高远，前途无量，哪像你们家那3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碌碌无为，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哼，这就是差距，天差地别。耀宗老弟，你们家这真是一门双杰啊！女儿去国外当精英，儿子在国内当大儒，以后咱们村可全指望你们了。人各有志，我觉得建明一家和和睦睦也挺好的，不是所有人都得大出息成大人物的。周玲，这不是老二吗？爸妈，我二姐什么时候成遥不可及的学界神仙了？她昨天不是还打电话抱怨说，带研究生太烦，想回家啃老吗？你笑什么？你这种没读过几天书的底层打工妹，哼，估计连博导这2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吧？我是不知道你口中那个周玲有多高不可攀。好啦，琳琳，别逗你表哥了。昊天啊，你别太激动，考研压力大可以理解。我恰好认识周玲教授，跟他还挺熟的。你认识周玲教授？认识周玲教授？大表伯，您这牛皮吹得也太厉害。来，您不是认识吗？现在就播视频。周玲教授的私人微信我连加3个月都没通过，您要是能打通，我周昊天当场把这手机吃了。就是，建明啊，年轻人备考压力大，你别拿这种谎话刺激他。要是打不通，趁早认个错，咱们还是亲戚，不跟你计较。大表伯，我劝您别逞强了。周玲教授那种级别的学界泰斗，连我爸公司想请他讲个课，邀请了50次都被拒了。您凭什么能打通？这下骑虎难下了吧？吹牛吹到铁板上了。要我说啊，穷就穷点，踏实做人不好吗？非要装。昊天，考研在即，你的心应该放在书本上，不是在这种小事上争长短。行，既然你不信，我现在就给他发个消息问问。真是不巧，周玲教授刚好回消息说，他现在人在机场，马上就要上飞机了。空姐在催关机，不能多聊，等落地了再回复我。
上飞机了。大表伯，你这借口也太老套了吧？怎么不说他上外太空了，信号不好呢？哎呦喂，真是笑死我了！编不下去就开始找借口炖了，是不是？还马上上飞机了，这电视剧里的烂俗台词你都好意思拿出来用？行了，建民，大家都是亲戚，知根知底的。你一个月赚几个钢镚，我们还不清楚？连周玲教授的面都没见过，还在这儿冲什么大尾巴狼？哈哈哈哈！你要是能联系上他，我今天就把这桌子吃了。建明啊，你这就不对了，咱们周家祖宗可是有规矩的，人穷但不能撒谎。没本事还非要硬装，简直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技术够了，上比 fort， 专门比罗密出来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家传传说，咱们基本看在这说melody送钱送的这神恶心手的。哎呀，雅文这外语说的真流利，叽里咕噜的，听着就高级。爸妈，你们赶紧找保安，把这3个丢人现眼的撒谎精赶出去。Tra poco il grande locale proprietario arriverà personalmente per effettuare il trasferimento dei nostri asset. E se il grande proprietario dovesse vedere che nella nostra famiglia ci sono parenti così vanidosi, cosa uscirà se lo arrabbiesso? Farli andar via subito. Ha ragione, Yawen. Anche mamma penso che queste persone siano uno sta. Soprattutto Joe Jenny. Questo inutile. Appena lo vedo mi dà fastidio. 对了，服务员，去把保安叫到门口候着。一会儿如果有闲杂人等影响了大老板的心情，直接给我轰出去。耀宗啊，雅文刚才那一大串外语说的是啥呀？哦，雅文在用意大利语跟我讨论一会儿接待大老板的国际礼仪呢。毕竟咱们马上就是大老板的合作方了，得接轨国际。爸，他们……宁宁，别急。Questo è l'istizione di elite di cui sei così effe. Diffamare pubblicamente gli altri in una lingua strana è una cosa incapati, e persino cercare di cacciare fuori un ospite. Questo comportamento è estremamente maleducato e mostra una grave mancanza di educazione familiare. 我的天，他在说什么？这也是意大利语？这发音听着比雅文还要顺溜啊！他不是颇学无术吗？你怎么可能听得懂？你连国都没出过，怎么会说？怎么，很意外吗？你以为披上一层外语的皮就能掩盖你骨子里的粗俗和傲慢了？哎呦，原来刚才雅文是在用外语骂人啊！这留学生素质也太差了。就是，还以为多高雅呢，当面用外语骂自己长辈，真够丢人。周建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教训我女儿？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不是？周建民，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你以为你不知道在哪儿偷学了2句俄语就能翻身了？我告诉你，假的永远是假的。今天跑来祝寿，不就是念着当年我爸给了你20块钱吗？当年那20块钱是因为秀梅不爱你，找我爸借钱给的你分手费。后面我追到了秀梅，所以这20块钱就是老子给你的分手补偿。你还当成恩情记了这么多年，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听见了？这20块钱是我给你的分审费，你现在还有什么脸坐在这？还不赶紧带着你的那老婆孩子滚出去！你说什么？那20块钱不是表叔当年看我连饭都吃不上，好心给我的救命钱？哈哈哈哈哈哈！你妹妹病就是个无底洞，这20块钱够干什么？要不是秀梅实在不爱你怕你死缠烂打过来求我，我连2毛钱都不想施舍给你。表叔，他们说的是真的。你当年给我钱，根本不是为了帮我，只是为了替你儿子打发我走。哼，行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既然今天话都说开了，你这恩也算报完了，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们一会儿接见大老板。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丧尽天良！建明他是个老实人，就因为当年那区20块钱，15年，他念了你们整整15年的恩。这15年来，他逢年过节给你们送礼，处处忍让你们的刁难，真心实意的报恩。可你们呢？
你们利用他念旧感恩的心思，肆意嘲讽羞辱，把他的善意踩在脚底下，疯狂践踏。现在居然还拿这种龌龊的真相来恶心人，你们一家子的心肠怎么能黑成这样？待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三观简直扭曲至极。疯女人，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我们就是踩他了，怎么着？他一点都不上进，只知道在家守着那个病秧子，活该。徐小燕，你少在这儿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配跟我们讲底线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周家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没错，一会儿大老板就要亲自到场，不仅要赠送我们家一套顶级大别墅，还要给我的公司注资8000万。听见没有？我们以后交往的都是大佬，再也不需要跟你们来往了。你们站在这里，只会让我觉得好笑。赶紧滚，赶紧滚，别在这碍眼了。一会儿大老板来了，你们这种撒谎精，万一被真正的大老板揭穿，多丢人啊！立刻滚出我们的寿宴现场。好，建民、琳琳，我们走。这种地方，我们1秒钟都不想多待。想就这么走，没那么容易。刚才骂我们骂得挺爽是吧？今天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保安呢？周总有何吩咐？把这3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给我强行轰出去！走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什么声音？连地都在震！大家快看村口！我的老天爷！劳斯莱斯幻影，一整排灰色的劳斯莱斯车队，把村口的道都占满了。你快看，那些下车的黑衣保镖，这阵仗，这排场，这绝对是真正的大人物来了。难道是大老板提前到了？肯定是大老板派顶级大佬来跟我们交接资产了。秀梅，快准备迎接贵客，我们周家真的要一飞冲天了！快看！大人物进院子了，左边那个戴眼镜的看着像个大学学者，气场太吓人了。右边那个穿白衬衫的，我的妈呀，看人一眼感觉魂都要没了，绝对是顶层的大老板。那不是华国第一财团的执行总裁周瑞周总吗？我的天哪，那是我商学院的终极偶像啊，他怎么会亲自来？旁边那是帝都大学最年轻的荣誉院士，我导师的导师，学界泰斗周玲教授啊！还愣着干什么？大老板派你们的偶像和导师来交接，这是天大的面子，赶紧上去打招呼啊！周总，你好，你好，我是周雅文，一直视您为人生榜样。我做梦都想进您的财团。周教授，我是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真是3生有幸。我导师经常提起您。滚！让开，别挡道！周总，这2位贵客怎么分至角落去了？那边只有周建民那个撒谎精啊！爸妈，妈，我没听错吧？这2位顶天的大人物竟然管周建民叫爸，周建民不是个撒谎精的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周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叫周建民，他就是个撒谎精啊！他怎么可能是您的父亲？撒谎精，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么称呼我父亲？我周瑞能有今天，全靠我爸妈从小砸锅卖铁供我读书。你引以为傲的华国第一财团，就是我为了孝敬我爸一手创立的。周教授，您可是帝都大学的荣誉院士啊！你怎么会是这种撒谎精女儿？
他说的怎么可能是真的？我父亲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他教会了我做人最基本的骨气和底线。而你周浩天，你仗势欺人，毫无教养，简直是学术界的耻辱！我宣布，从现在起，你被我的团队彻底开除了。不，导师，你不能这样！全完了！我们刚才骂了大老板的亲爹亲妈，我们把大老板的父母往外赶。肯定是大老板那边打来的。快给天快大老板宽宏大量，不管咱们跟周建民的恩怨，还是要给咱们赠送资产，快接啊！是周浩天先生吗？我是周氏集团法务部总监。是我，总监你好，我们的别墅和公司。鉴于你们周德顺一家在本次寿宴全过程中对我们集团董事长及其父母进行了极其恶劣的辱骂、欺凌与驱赶行为，这些东西已经收回了。什么？没错，原定无偿捐赠给周德顺先生的灵湖独栋别墅以及全套持牌融资公司，即日起全部终止赠与，资产即刻原路收回，所有转让手续全部作废。后续，周氏集团及旗下所有产业将与你们家族永远断绝一切合作与馈赠，好自为之。我的8000万融资公司全都没了！我的大别墅啊，我的富贵命啊，就差一点点啊！咱们这是造了什么孽，非要去惹周建民啊！完了，我不仅没进财团，还得罪了终极偶像，我这辈子全毁了！我的别墅，我的大老板之位，你们的人生不会因为一次撤资毁掉，只要你们真的上进，就算没有我，这些东西你们依旧能拿到手里。爸，你怎么了？你们这群败家子儿，我的富贵被你们做没了！爸！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该，真是活该！为了20块钱的恩情去羞辱人家，现在好了，把人家好心愿意赠予的家产硬生生给骂没了。哎呦，周老爷子不行了，脸都紫了！快躲远点，别沾上晦气！爸，你醒醒啊！救护车，快叫救护车！让开，你想咬死他们？你个死丫头干什么？还嫌害我们家不够惨吗？闭嘴！不想他死就滚远点。活了，真就活了！这周家3丫头好厉害的医术，人家刚才怎么羞辱他们的？这丫头居然还愿意出手救人，真是以德报怨啊！建民啊，快跪下！表哥，我们错了。建民，我是被他俩给忽悠了，你念了15年的恩情来报答，我却把你当草芥，我不是人啊！怎么可能？这世上怎么会真的有人因为20块钱记15年恩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没见过，不代表这种事儿没有发生过。可惜了，我就是这种。20块钱而已，你怎么会记15年？表伯，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这次我一定好好珍惜。表伯，求求您了，把工资还给我们吧。蒋云向来心软老实，80%会原谅他们，把钱还给他们吧。是啊，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刚救过来，总得给个台阶下。说完了吗？建民，你原谅表叔了，对不对？那别墅和公司绝不可能。表哥，今天这一趟我看清了，你们的品性接不住这么大的回馈，让你们一步登天反而是害了你。但是你们依然好学，很上进，这些东西早晚会有的。都是你这个贱女人！
当年要不是你嫌贫爱富，非要拿那20块钱去羞辱周建民，我们今天就是大老板的亲家。那8000万的融资公司，那上亿的大别墅，全都是我的。你放屁！你个没用的窝囊废！当年是你自己看不起他。刚才在席上是谁骂的最欢？是你！你现在把锅甩给我，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废物？你们赔我的前途！我本来可以进华国第1财团的。周蕊总裁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堆垃圾，我在商界彻底混不下去。我本来应该有的大好前途啊，都是因为我只看表面。报应，这是报应啊！人家记了我15年恩情，我却这么对待人家。呸！什么东西？刚才那么羞辱人家，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周耀宗，你之前为了办这个流水席，在我这借的5万块钱，今天必须还。还有你在镇上租豪车充场面的3万块，赶紧给钱！老王，各位叔伯，你们宽限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哼，宽限？你这种品性，我凭什么相信你？你以为谁都跟周建民一样这么好心？小叶，快尝尝这块肉。玲玲非说这是什么 M12级顶级和牛，我看跟咱们以前夜市买的也没啥区别。你帮我尝尝火候老不老？你这手艺绝了，比咱们当年在夜市烤鹅腿还好吃。你别光顾着烤，自己也吃一口啊！妈，您可太有面子了，堂堂董事长，现在专门给您一个人当私人厨师，这肉能不好吃吗？爸，我也要吃这块。去，这块是给你妈烤的，你想吃自己烤。爸，别光顾着烤肉了，签个字。意大利那个酒庄的手续办完了，已经全挂在妈的名下了。哎呦，怎么又买？上个月不是刚在瑞士买了个滑雪场吗？妈上周不是说那个牌子的红酒好喝吗？我就干脆把整个酒庄买下来。以后你们想喝，咱们就去那边住几个月。妈，明天我带您去趟欧洲，我联系了顶级的医疗抗衰团队，咱们去做个全面保养。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做什么抗衰保养？浪费那钱干什么？那怎么行？您辛苦了大半辈子，以后必须永远年轻漂亮。钱的事您不用管，反正是大姐掏钱。没问题，记我账上。你们这3个丫头啊，妈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嫁给你们爸，又有了你们3个这么出息、这么孝顺的女儿。小叶，前半辈子跟着我，让你吃尽了苦。从今天起，这世界上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咱们一家人，以后什么都不管，只管享福。说得对，只管享福。爸妈，干杯！干杯！廖总，咱们去求求建民吧。他那么老实，以前我骂他，他都不还嘴的。只要咱们跪下来磕头，他一定会把那8000万公司还给咱们的。对，血浓于水，他不能这么绝情。干什么呢？要饭去别的地方，这里是周氏集团。保安大哥，我是你们周董的大表弟啊，我叫周耀宗。求求你通报一声，让我见见我表哥。我是你们周董的前女友，他以前最爱我了，求你们让我进去。原来你们就是那2个在老家辱骂我们董事长和老夫人的畜生！我们周董早就下了死命令，全海城所有的企业、酒店，甚至是收容所，谁敢接纳你们周家人，就是跟周氏集团作对！你们还敢跑这儿来认亲，给我打出去！这不是网上曝光的那一家子极品亲戚吗？听说把大老板亲爹当叫花子赶出去了，真是活该！这种人渣就该饿死在街头。周阳，我跟你拼了！要不是你个废物，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离婚！我要跟你离婚！贱人，你还敢提离婚？老子今天打死你！
小燕，以前在夜市烤鹅腿的时候，哪敢想这辈子还能亲眼看到极光啊！有你在，有女儿们在，看什么都好看。喂，哪位？是我，周耀宗，你别挂电话。我说了，我们两家已经恩断义绝了。你少给我装清高！我告诉你，周建民，我们家现在被债主逼得连老宅都抵押了，我爸中风瘫痪了，秀雷也疯了，我们一家现在只能躲在漏雨的破庙里，这都是你们害的。那是你们自己贪得无厌，咎由自取。你别逼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现在是大老板，是公众人物，对吧？你要是不马上把那套临湖别墅和8000万的公司还给我，我就去找媒体，我去网上曝光你们。静敏，怕了吧？我就说你们周家忘恩负义，贪亲叔叔逼疯亲弟妹，周蕊和周玲名气那么大，我看他们的声誉还要不要？马上给我打钱，不然我让你们身败名裂。周耀宗是吧？我是周瑞。周总又怎么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去曝光，你可以试试。国内哪家媒体敢发周氏财团1个字的负面新闻？另外，这通电话我已经全程录音了，敲诈勒索8000万，情节特别严重，足够你把牢底坐穿。你敢抓我？我是你表叔。他们一家真是不知悔改。这趟冰岛的极光之旅去的确实值，风景美得像画一样。不过说到底，在外面千好万好，还是咱们国内的空气闻着踏实啊。这脚一踩在海城的土地上，我这心里才算是真正落了地。是啊，外面的米其林大餐吃的再多，也不如家里的热汤热饭养人。这大半个月天天吃那些西餐海鲜，我这胃都快抗议了。回去我得亲自下厨，去咱们庄园的有机菜地里摘点新鲜蔬菜，给你们做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菜，红烧肉、地三鲜，好好给你们补补。爸妈，你们先坐车回庄园好好休息，泡个温泉解解乏。我跟老二老三得先去一趟集团旗下的生物医效研究所。我们投资的那个抗癌靶向药新项目今天有了突破性进展，下午必须开个紧急短会，敲定后续的临床资金。这事关无数患者的希望，耽误不得。行，工作重要。你们姐妹3个现在是集团的顶梁柱，有责任心是好事儿。不过那家研究所建在西郊的盘山公路上面，位置有点偏僻，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让保镖车队跟紧点儿。忙完早点回家。你妈的红烧肉可不等迟到的人啊！遵命，老爸，我们保证速战速决。绝对不耽误吃晚饭。他们都在骗我，所有的人都在骗我。吃鱼子酱，吃鱼子酱。爸，我饿得胃疼，感觉肠子都要搅在一起了。咱们已经3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要不咱们去镇上要饭吧，或者去翻翻饭店后巷的垃圾桶，总能找到点剩饭剩菜的。我真的受不了了。要饭！你个没出息的畜生！我周耀宗好歹曾经也是身价几千万的老板，我这辈子就是活活饿死，就是从悬崖上跳下去，也绝不低三下四的去给那些工人磕头要饭。你看啊，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他们做的是几千万的劳斯莱斯，住的是上亿的大庄园，连顿晚饭都要吃什么有机蔬菜，凭什么？我们可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凭什么他们能在云端上享福，我们一家却要在这漏雨的破屋里等死？这不公平！老天爷不长眼啊！
你想干什么？你别吓我！既然他们这么绝情，1分钱都不肯施舍，那我们就自己去拿，这是他们欠我们的。新闻上刚才说了，周家那3个死丫头，今天下午要去西郊的研究所。那条盘山公路极其偏僻，连个监控都没有。绑架！爸，你疯了吗？这可是违法的，不能干！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鬼样子，跟死有什么区别？你放心，我也不是真的要对他们动手，只是吓唬他们一下。他们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一定会给我们钱。拿到钱，我们就放了他们。昊天，你想想你以前在大学里悠闲的日子，你想想那些比现在的你更有出息的人，干还是不干？干！爸，你说的对，我们就这么办。站住！别再往前走了！再敢走一步，我马上划破他的大动脉！把包给我扔过来！等等，怎么只有2个包？我他妈要的是1个亿！1个亿的现金！你是不是敢跟我耍花样？耀宗，你先冷静点，千万别手抖。你要的钱我带来了，但是你动脑子想想，1个亿的现金足足有1吨多重。别说我现在提不动，就算我给你拿来了，更何况2小时内，全海城的银行根本凑不齐那么多不连号的旧钞。这2个包里，是银行金库里能调动的所有旧钞，一共3000万，1分不少。你放屁！你少拿这些话来忽悠我！你堂堂大老板，8根汗毛都比我的腰粗，连1个亿都拿不出来！你就是舍不得钱，你就是看不起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这个贱丫头，让你们周家断子绝孙！你弄死他，你图什么？图点气儿吗？杀人偿命，你弄死他，你1分钱也拿不到，还得拉着你儿子一起挨枪子儿。耀宗，你搞出这么大的阵仗，不就是想拿钱出国，去过人上人的好日子吗？这3000万现金，全是不连号的旧钞，没有任何标记。按照现在的汇率，足够你们一家3口在东南亚买大别墅，雇10几个佣人，舒舒服服的挥霍一辈子了。你是聪明人，求财还是求死，你自己选。爸，你听见没有？他说的对啊，咱们别较劲了，行不行？3000万，这可是整整3000万现金啊！我这辈子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足够咱们在国外当土皇皇了。我真的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过种被催债狗追着砍，像老鼠一样躲在这个破网里啃发霉馒头的日子了。咱们赶紧拿钱走吧，万一他偷偷报了警，或者外面有人路过，警察把这破庙一包围，咱们就真的插翅难逃了。爸，我还年轻，我还没结过婚，我不想挨枪子儿，我不想死在这儿啊！算我求你了，见好就收吧。对，昊天是个明白人，他比你看得透彻。耀宗，钱没了，我周建平还能再赚，但我这3个女儿要是没了，要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就是为了表明我的诚意。你们听好，逃跑的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车是一辆加满油的黑色越野车，没有挂牌照，就停在破庙后山那棵老槐树背后的土路上。车钥匙就在驾驶座的脚垫下面。蛇头我也帮你们联系好了，是道上最讲信用的大飞。只要你们开着车出了海城地界，直接去码头，马上就能上船去攻。你们现在把人放了，提着这3000万走。我周建文拿人格担保，绝不拦你们，也绝不报警。我只要我的女儿们平平安安地跟我回家。
给我灌迷魂汤！你周建民是什么人？吃人不吐骨的老狐狸！你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你会这么好心替我们安排后路？谁知道你这包里装的是不是上面盖着真钞，下面全是废纸的烂砖头？你现在把手举高，慢慢蹲下，把那2个包的拉链给我全部拉开，我要亲自验钱。我警告你，动作给我放慢点儿。要是你敢耍什么花招，我立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在这个破庙里。好，好，你千万别激动，刀拿稳。我这就打开给你看。你看清楚了，全是100元面值的旧钞，1捆10万，全在这里。耀宗，你们下半辈子的好日子就在这2个包里。拿上钱，放了我女儿，你们就能重获新生。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钱，真的是钱，全是真的！爸，你快看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咱们发财了！有了这些钱，咱们再也不用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在这个破庙里啃发霉的馒头了。咱们去国外买大别墅，买游艇，买最贵的限量版跑车。我要让以前那些看不起我、骂我是穷光蛋的富二代全都跪下来给我舔鞋！我要拿钱砸死他们！爸，咱们成功了！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周建民啊，周建民，你平时在电视上、在新闻里再怎么风光无限，到了老子面前，还不是得乖乖低头认怂？你这辈子辛辛苦苦赚再多钱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全给我做了嫁衣？你再聪明，还不是被我拿捏得死死的？算你今天识相。昊天儿，别他妈光顾着闻了，赶紧把拉链拉上，拿上钱和车钥匙，咱们现在就走，去过咱们的人上人日子。趴下！警察都不许动，把手里的武器给我扔掉！你们已经被海城警方全面包围了，立刻双手抱头，趴在地上。敢有任何反抗，将采取强制击毙措施。放下刀！别开枪！我投降！不，我的钱，我的3000万！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不讲信用！你刚才明明发过毒誓，说绝对不报警，放我们走的，你竟然敢阴我！你这只老狐狸！你骗我！你说过不会报警的！蕊蕊、玲玲、宁宁，爸爸来晚了，让你们受苦了。有没有哪里受伤？爸，我们没事，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救我们，也一定会把这2个人渣送进监狱。爸，跟这种人废什么话？他们死有余辜。信用，那是人与人之间才讲的东西，跟你们这种为了钱连亲情都能出卖，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能践踏的畜生，有什么信用可讲？你让我发誓，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这种拿刀架在侄女脖子上的绑架犯，良心不会痛吗？我周建民做生意，在商场上摸爬滚打15年，的确讲究一诺千金。但我今天站在这里，首先是一个父亲，为了保护我的女儿，别说是发个空头毒誓，就算是让我散尽家财，让我背上千古骂名，我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我阴你，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法律在制裁你。今天多亏了你临危不乱，胆识过人，要不是您刚才极其冷静地跟他们周旋，故意用打开拉链检验现金来刺激他们的贪欲，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很难找到这么完美的破门时机。您受惊了，剩下的交给我们。警官，您严重了，是您和各位特警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在一线，你们才是真正保护老百姓的英雄。把这2个涉嫌持刀绑架的嫌疑人给我押上警车！周董事长您好，最近关于您远房亲戚周耀宗一家涉嫌绑架未遂被捕，以及老家村霸团伙被连根拔起的事件，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听说经历了这次生死攸关的绑架事件后，您对自己的财富的传承有了全新的颠覆性规划，能跟全国的观众具体谈谈吗？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的确，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让我和我太太乃至我们整个家庭都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看着周耀宗一家为了钱父子反目、丧心病狂，最后锒铛入狱，我彻底看透了人性的贪婪与脆弱。钱这个东西，如果不用在正道上，它就是万恶之源，只会让人变成六亲不认的魔鬼。我们周家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但如果把这些巨款留给后代去挥霍，那不是爱他，而是在害他，是在给他们埋下灾祸的种子。所以在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后，我们一家5口坐在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疯了，但我们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今天我代表周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将周氏集团名下所有产业的个人股份收益100%无限期的无偿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不留1分钱的私人遗产。全额捐献，周夫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产啊！请问，这笔足以帮助许多不幸之人命运的巨款，将具体用于哪些方向？您的3个女儿真的完全同意放弃这笔惊天财富吗？这位记者朋友，请不用怀疑我们姐妹的决心。父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他们教给我们的善良、坚韧和立足社会的本事。这笔钱，我们将正式成立建民与小燕慈善基金，资金的第一部分将全部用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教育建设。我们要建1万所希望小学，让每一个大山里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改变命运。资金的第二部分将用于孤寡老人、重症儿童的医疗保障，以及设立专项法律援助基金，专门用来打击黑恶势力，为那些遭遇不公却无力维权的底层百姓撑腰。15年前，我和小燕是从泥里的最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我们苦过、穷过、绝望过，因为交不起20块钱的学费被人指着鼻子骂，也见识过后来这泼天的富贵和人情冷暖。现在的我们什么都不缺了，我们把这一切交还给社会，只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少一些像当年我们那样在寒风中绝望哭泣的穷人，多一些能吃饱饭的笑脸，多一些能在黑夜里照亮前路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周家在这个世上留下的唯一传承。